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時間軸來到1991年的4月，感覺日系廠商們又恢復了活躍。這期的內容比較多，就不做開篇閒聊了，直接進入遊戲的介紹。新西蘭故事，這是泰東的一款街机移植作品，原版發行時間在1988年，移植的端口很多，電腦端有幾個版本，家用機上除了 NES 主機，還有 MS、MD 和 PCE 版。NES 上又有美版和歐版，但沒有 FC 日版。美版的原名是 Kiwi Praise，Kiwi 指的是奇異鳥，或者叫几尾鳥，學名綠鼉，是新西蘭的特有鳥類，也是它的國鳥和象徵。NES 歐版的名字 The New Zealand Story 和街機原版保持一致，由 Ocean 發行。游戲的概念和背景設定源於泰東的一位程序員在新西蘭的一次度假旅行，玩家扮演奇異鳥蒂奇，目標是利用各种道具擊敗敵人，救出被海豹綁架和囚禁的女友皮皮以及其他的朋友們。橫版動作的類型，玩家控制主角蒂奇 A 键跳跃，在空中時連續的按 A 键可以揮動小翅膀，略微減緩下落的速度，但實際的用處不大。B 鍵攻擊，攻擊的手段是發射箭，每關都是要找到被關在籠子裡的同伴，除了有 BOSS 的關卡，其他的關卡來到籠子的位置就算救出同伴過關。角色是既死的設定，被敵人攻擊命中或者碰到陷阱直接掛掉，但僅接觸敵人沒有什麼問題，而且沒有碰撞的判定。奇異鳥自己並不會飛，遊戲裡設計了很多場景需要乘坐氣球飛行才能通過，大部分的時候可以搶奪敵人的氣球，坐上氣球後按 A 键上升飛到空中。气球有不同的形狀和顏色，它們之間性能有些差異，有的速度快，有的速度慢，如果被攻擊或者碰到陷阱会破掉，但紅色的氣球可以抵禦尖刺。來到有水的區域，奇異鳥戴上護目鏡潛水，在水下時，畫面左下方會出現一個逐漸消耗的氧氣槽，需要注意剩餘的氧氣。水下不能攻擊，但在水面上能發射衝擊波，擊敗敵人後會掉落物品。最常見的蘋果是分數道具，還有幾種武器道具，紅色的箭頭能提高射箭的速度。炸彈道具，攻擊方式切換成扔炸彈，以拋物線的方式攻擊，只能持續一小段的時间。綠色的槍，獲得後變成發射激光，可以穿透牆壁。白色的法杖讓主角短暫無敵。魔法書的道具全滅屏幕的敵人，還有非常稀有的獎命道具等等。遊戲包含了5個世界，對應新西蘭5個不同的地點，每個地點又有4個關卡，總共20關。在每個世界第4關的末尾有一個 BOSS， 消滅 BOSS 救出籠子裡的同伴。越到後面的關卡場景越大，還帶有一定的迷宮屬性，有些還有隱藏區域可以探索，可能是更短的路線，或者傳送到其他的關卡。這款遊戲的原版憑借可愛的風格、個性化的角色和不錯的關卡設計而受到歡迎，有一定的知名度。NES 移植版受限於機能，砍掉了一些內容，但大部分的元素都有保留，基本能呈現原版的特色。個人評價3顆星。機械戰警2改編自同名電影的橫版動作遊戲，電影《機器戰警》的第2部在1990年上映，講述了在反烏托邦式的底特律，機器戰警捲入了奧尼姆消費品公司的陰謀，這家公司企圖讓底特律破產並最終控制它，同時還要對抗一種名為核彈的街頭毒品，以及由凱恩領導的販毒團夥。電影續作的票房和口碑都不如87年上映的第1部。改編遊戲登陸到幾個電腦平台，還有街機版、紅白機版、Game Boy 的掌機版，其中 Ocean 制作了多個版本，街機版由 Data East 制作，紅白機上的日版和美版由 Data East 發行，歐版由 Ocean 發布。遊戲裡的故事設定和電影保持一致，方向鍵控制主角，人物移動有很大的慣性，按住方向鍵時起步很慢，有一個加速過程，然後變快，太快了又會打滑。A 鍵跳躍，很多平台的跳躍都要用到慣性加速才能完成。B 鍵攻擊，遠距離對敵人時是開槍射擊，敵人來到面前变成出拳攻擊。
大部分的關卡都是相同的2個目標，要繳獲一定數量名為核彈的毒品，並逮捕一定數量的目標敵人或者解救人質。場景裡標有字母 N 的瓶子表示 nuke， 就是核彈毒品。收集後的數量顯示在屏幕的頂部。當要逮捕的敵人或者人質出現的時候，畫面頂部中間的目標頭像會閃爍，這時接觸目標就算將他抓獲或者是解救。主角到達終點結束關卡之後，出現結算的畫面，顯示2個目標達成的百分比，達到2/3以上才能過關，沒有達成的話會進入射擊場小遊戲，在倒計時內用有限的彈藥擊破目標數量的敵人。如果射擊場也沒有通過，就要重複之前的關卡。有些關卡有隱藏區域，進入隱藏區域後可能是一個單獨的橫版場景，在這裡收集字母 N 的瓶子，也有可能是幾個迷你遊戲。有拼圖遊戲，在倒計時內拼出主角墨菲的臉。破解密碼，在數字1到8之間選擇3位數，嘗試破解密碼，每次嘗試都會顯示正確的個數。隱藏區域也有可能進入射擊場，但畫面裡沒有敵人，只有字母 N 的瓶子。另外還有少量的其他道具，電池道具補充主角的生命值，字母 W 是武器強化，有加快攻擊的速度或者变成3下射擊，字母 I 是短暫的無敵，非常稀有。關卡的總數是13關，其中第8關和最後一關是 BOSS 戰，最終的 BOSS 是電影裡奧尼姆公司開發的機械戰警2號。這款動作作品主打的內容是收集和隱藏的迷你遊戲，關卡的設計裡充滿了各種平台和陷阱，但操控主角像溜冰一樣的慣性手感，應對平台和陷阱時非常別扭，加上敵人擺放的位置和攻擊很難躲避，玩起來不但缺乏樂趣，還讓人惱火。迷你遊戲的質量也不高，個人評價2顆星。天才少爺，特庫摩開發發行的一款桌面棋盤類遊戲，根據小林善範的同名搞笑漫畫改編。漫畫原作1986年到94年在小學館的雜誌上連載，動畫89年到92年播出。原作以御坊茶魔為主角，他是大财阀御坊家的第999代繼承人，並經歷了一系列古怪的環球冒險。作品裡大量使用了粗俗的內容來制造笑料。遊戲的玩法和之前介紹的桃太郎電鐵類似，但在棋盤上的目標不是看誰賺的錢多，而是主角茶魔少爺和他的朋友們要滿足女孩沙麻袋的各種古怪要求，找到要求的禮物，並最終贏得她的吻。開始選擇遊玩的人數，最多5名角色參與，玩家人數最大4人，4個角色都是原作中的人物。電腦控制的用僵屍角色表示，那個時期僵屍在日本真的受歡迎，被當作可愛的吉祥物是很常見的情況。每個角色還是輪流扔骰子移動，通過翻閱一本詞典的方式隨機點數，從1點到8點，角色按照點數走格子。每個角色有一個體力值，並持有一定數量的錢。和大部分同類遊戲一樣，移動過程中會發生隨機事件，有幾種特殊的格子，比如字母 G 的格子能賺錢，在河流的格子裡移動要消耗體力，有一種食肉花的格子可能隨機被咬傷，還會被迫停止。角色的體力如果耗盡，也會被迫休息幾個回合。錢的作用主要是購買道具，有10幾種，有恢復體力的，增加移動的，還能购買坦克、導彈等武器攻擊其他玩家。棋盤是一整張世界地圖，按照大洲和特殊的位置分成多个区域，大部分的区域可以通过陆路步行到達，乘坐火車能加速移動，有些區域得坐飛機或者坐船，要消耗對應的回合數。特殊區域得從特定的機場或者港口才能到達，像是去夏威夷只能從洛杉磯機場出發。如果是買正版卡帶的話，會附帶一張世界地圖，提示各種路線。每一輪所有的角色移動完成後，在世界地圖上呈現角色的位置和禮物所在地的提示。禮物可以自己去所在地找，或者是別人找到了從對方手裡搶過來。當與同一個格子上的其他角色發生碰撞，可以將它擊飛一段距離，並奪走他手裡的禮物。拿到禮物後會知曉沙麻袋所在的位置，
到該地點將禮物交給女孩，就能獲得她的愛心。如果禮物是自己找到的，得到3顆愛心；搶過來的獲得1顆愛心。當積累愛心的數量達到設定的目標，就會被親吻，贏得勝利。這款棋盤遊戲在隨機元素的基礎上，還添加了少量的策略性，比較適合多人聚會。不過相比其他同類作品，小遊戲的元素不足，只有迷你問答這種。對日本以外的玩家來說，大都不熟悉原作，玩起來缺乏代入感。遊戲的场景和音樂做得還不錯，個人評價2星半。紐約小子，阿特拉斯開發和發行的一款平台動作作品，遊戲還有個常用的中文名字搖滾貓，對應了美版的原名 Rocking Cats。在此之前，阿特拉斯雖然也發行了少數的幾款小品级的遊戏，但大部分還是幫其他的厂商做開發。曾經開發《女神轉生》這樣的大作，卻被南夢宮握在手裡，這讓他們不滿足於現狀，於是想通過這款遊戲確立發行商的地位。玩家扮演主角威利，是一隻擬人化的卡通猫，他是在紐約街頭崭露頭角的年輕爵士樂手，藝名就叫摇滾貓。當地的黑帮老大布格西綁架了他的女友吉爾，主角要救出女友。配備的武器是一把拳击槍，用彈簧發射拳頭。遊戏的特色是通過發射拳头能夠做出多種動作， B 鍵出拳攻擊， A 鍵跳躍，在空中朝地面出拳能反彈到更高的高度，對着牆壁或者障礙出拳也会反彈，能當做一種攻擊的手段。对着场景里特定的物體出拳可以懸掛，掛住物體時按 B 鍵轉圈，接觸敵人也有攻擊的效果，這時角色是無敵的。轉圈時合適的時機按 A 鍵把身體甩出去，這一招在某些場景能跨越較大的障礙。按住攻擊鍵，拳頭變成張開的手，可以抓住空中或者掉落的某些物品，將物品作為攻擊的武器扔出去，对敌人的傷害更大。屏幕底部的愛心表示生命值，另外還顯示剩餘的生命數和獲得的金錢。金錢能夠用來購買道具。關卡數量有5關，前4關任意選擇順序，選關的方式是在一個電視機上換頻道，完成1到4關才能解鎖最後的第5關。另外還有字母 B 和字母 S 2個頻道， B 頻道包含了3個迷你遊戲，消費一定的金額遊玩，但可以在迷你遊戲裡把錢再賺回來。第一個籃球，威利用他的手套使出超級旋轉跳躍，把自己扔進移動的籃筐裡，根據籃筐对应的金額獲得獎金。輪盤賭，戴着手套轉動輪盤，發動旋轉攻擊，停在某個數字上，參照右側的每個數字對應的內容獲得獎勵。管道投擲，用手套接住下落的球，然後將球扔進移動的管道裡，獲得對應管道的獎金。3個小遊戲都有一定的難度，需要掌握技巧才能保證不賠錢。在字母 S 的頻道購物，有5種不同的道具，獲得的道具在遊戲進行時選擇切換。錘擊球，拳頭變成帶刺的錘頭，攻擊傷害翻倍。雙球，每次出拳時都會釋放出2個彈丸，能擴大攻擊的範圍。炸彈，出拳時手套裡飛出炸彈。噴氣運動鞋，配合跳躍使用，在空中鞋底噴氣，減緩下落的速度。關卡裡有些場景得運用到跳躍、反彈、超級旋轉等技巧才能通過。每關都分成了幾個區域，有些區域是高速滾動的戰鬥模式，像是踩滑板、站在飛機的頂上、遊樂場的纜車等等。有的關卡不止一個 BOSS， 某些 BOSS 扔出的物品可以用手套接住，然後再扔回去，但時機並不好把握。第5關的流程很長，前面幾關的 BOSS 也會在這一關再次出現，最後擊敗黑幫老大穆格西通關。通關後還能解鎖一個隱藏的關卡，這個關卡裡沒有錢和道具，得完全依靠技巧，難度也比之前的關卡要大得多。這款遊戲我小時候很喜歡玩，卡通的風格很吸引人，主角和敌人的形象繪製出色，都有豐富的細節，畫面和音樂的水準也不錯，運用拳套多種動作的玩法很有趣，在關卡設計上還有提高的空間，部分場景用到了動作技巧，但基本是跨越障礙和平台，還有很多的场景只是橫向的平推， BOSS 戰也缺少對技巧的使用，這套玩法本應該可以更加有趣。個人評價3星半。
吞食天地2：諸葛孔明傳。卡普空在红白機上的經典 RPG《吞食天地》的第2部，上一作出品的時間是89年5月，在第52期節目介紹過。名義上來說，依然是本宮弘治同名漫畫的改編，所有的角色形象都出自漫畫，但故事內容卻大部分來自《三國演義》。這一作沒有發布美版，只有日版。故事仍然以劉備等蜀國的將領為主角，諸葛亮當然也是重要的角色。從劉備被呂布攻擊投奔曹操開始，前面的黃巾起義和討伐董卓被略過。曹操擊敗呂布後，袁術稱帝，劉備奉命討伐袁術。整個的系統框架沿用了前作，但在此基礎上做了些修改和優化。RPG 裡常規的大地圖探索、城鎮內對話、收集信息、購買裝備道具，和前作一樣，旅行的隊伍最多容納7個人，隊列裡前5人參加戰鬥。地圖上移動時顯示前面的3個人。討伐袁術的初始5人陣容，除了劉關張，還有臨時加入的朱靈和陸昭。大地圖隨機遇敵，進入戰鬥畫面後，敵我雙方在屏幕的左右兩邊，每個武將的帶兵數量相當于 HP， 同時也影響普通攻擊的威力。升級後最大带兵數量上限能夠到達9999。武將有自己的武力和智力屬性，原始智力在160以上的能擔任軍師，軍師自動被放在隊伍的最後。當旅行的人數超過5人時，軍師不會在戰鬥中登場。消耗 SP 謀略點數能釋放各種計策。本作中的計策分為火、水、落石、回復、陣型和特殊這6大類。前作裡飽受詬病的兵糧設定被取消了，也沒有了招募敵方武將的系統，只有特定的武將會加入，基本都是蜀國的。可用武將的數量減少到只有幾十個。但和之前不同的是，主要角色都可以培養和升級，這就大大加強了角色的豐富度。每個武將都會被分配一種專屬的武器類型，劍、刀、斧、矛和弓，無法正常使用專屬武器之外的類型，還增加了偏好地形的設定，在該將領偏好的地形上戰鬥會提升攻擊力。這一作另一大特色是增加了陣型，沒有使用陣型時呈散開狀態，不影響武將的攻防和速度。使用了陣型之後，不同位置的武將屬性發生變化，部分的屬性得到強化，但有一些會下降，像是鹤翼之陣、白馬之陣等等。沒有記錯的話，前期比較好用的是魚鱗之陣，當然也少不了大部分玩家最愛的諸葛亮專屬的八卦之陣，敵人攻擊生門以外的武將無效或者被反彈。其他相比前作的一些變化，像是敌方將領的 SP 也有了限制，不再無限使用。擊敗敵方的将領偶爾會獲得無法購買的武器和防具，道具回復 SP 點數，露營道具在野外使用等等。劇情一直到劉備拿下益州和漢中，形成三國鼎立。這一段大致遵循了《三國演義》的內容，少數的細節略有改動。再往後的劇情就是原創的。諸葛亮率軍北伐，擊敗了曹操，然後是曹丕，最後擊敗司馬懿，統一天下。這款《吞食天地2》是我接觸的第一款 RPG， 當時帶給我巨大的震撼。沒想到遊戲還能這麼玩，你打我一下，我再打你一下。不知道看我節目的朋友們是否記得自己第一次接觸 RPG 是什麼感覺？二代在前作的基礎上優化了不少內容，遊戲性大大提升，平衡性也改善了不少，好幾首 BGM 的曲目都很經典。不過客觀的來說，它還沒有達到最頂尖 RPG 的水準，平衡性上仍然有不足。另外，在没有得到赤兔馬的時候，人物的移動太慢，游戏中段有部分的内容以及一些迷宮探索的场景做得枯燥乏味，有些拖沓。劉備作為主角視角現在也不太流行了，但它作為很多玩家的童年經典是不变的。個人評價4星半。水管大作戰，這款遊戲原名裡有一個前蘇聯領導人的名字，封面上也有他的漫畫形象，至於是誰大家自己看。這款益智消除類的作品，開發商是 Compile， 德间書店發行，除了登錄紅白機平台，還有2個電腦端的版本。在遊戲中，玩家需要組裝從東京到莫斯科的輸水管道，以加強兩國的關係。這個設定現在看來顯得就很魔幻。玩法上和俄羅斯方塊有些類似，進遊戲後先選擇不同的難度級別，
來到遊玩的界面，屏幕的右上方，穿俄羅斯民族服裝的小女孩會扔出不同形狀的水管，不斷下落。下落的水管方塊可以旋轉方向，這些水管的形狀就像兩個正方形拼在一起。當其中的一邊觸地時，它們就會分開。目標是要將右側牆壁上水管裡的水用管道連通，一直延伸到左邊牆壁的管道。連通後的管道會被消除，它下方的方塊會變成藍色的水方塊。如果管道連通時相鄰的方塊是藍色的水方塊，有額外加分。當出水口被方塊堵住時，水就會從右側牆壁最底部還沒有被堵住的管道流出。當右側的牆壁上所有的管道都被堵住，或者方塊堆積得太高，遊戲結束。隨着關卡的推進，出水管道數量會逐漸減少，少數情況下出現道具。鑽頭圖案的道具能清除下方的方塊，水平道具讓底部升起4排藍色的方塊，水滴道具能疏通並消除一條管道。畫面左邊顯示當前的難度等級、關卡編號和當前關卡需要消除的管道數量。達成消除的数量過關。過關後，在世界地圖上，從東京到莫斯科的管道就完成了其中一段。完成9個關卡後，就能連通兩地。接着進入下一個難度級別，重新開始9個關卡。這麼看，鋪設的應該是石油管道，而不是水管。這款遊戲是 Compile 對於益智消除類型的一種探索嘗試。他們在這個時期堅持開發這類遊戲並優化玩法，不久後就開發出了 Puyo Puyo。值得一提的是，本作每個關卡的 BGM 都採用了不同的俄羅斯古典名曲，像是天鵝湖、野蜂飛舞等等。不過在玩法上的趣味性並不高，有大量的空間和方塊都被浪費掉了。个人評價2星半。時間方塊又是一款益智消除類的作品，這是一個磁盤版，由德間書店出品，是 FamiMaga 系列的第4部。FamiMaga 是德間書店旗下的遊戲雜誌舉辦的一項比賽，設立 FamiMaga 磁盤獎，徵集益智解謎類的創意，並將優秀的作品發布到磁碟機上。本作依然是覆蓋寫入的形式，沒有實體盤，以500日元廉價版的方式銷售。玩法很簡單，在一個7×11的場地內，從上方不斷掉落圓球，這些圓球在遊戲裡被稱為時鐘棋子。球的內部有2條線，類似時鐘的指針，根據2根指針之間角度的區別，有4種類型的球體，分別是45度、90度、135度和180度。球體下落的過程中，自己也可以旋轉角度，每次按鍵旋轉45度。多個球體堆疊在一起，裡面的線條連接，組成封閉的回路，就可以將其消除。組成的閉環球體內部要是還有其他的球體，也會被一併移除。被消除的部分上方如果有其他的圓球，會垂直下落。這款遊戲的精華就在於掉落的多餘球體會引發連鎖反應，組成新的閉環，再次消除。得分是根據一次消除球體的數量和連鎖反應的次數來判定的，每次連鎖反應都會讓得分翻倍。另外還有一種清除圓球的方式，手動按方向鍵下讓圓球加速下落，如果是加速落在下方的圓球上，就能將下面的球壓碎，但這種方式有次數的限制。畫面左邊的 break 表示剩餘可以使用的次數，隨着難度等級的升高，能夠使用 break 的次數增加，最高累積到30次。在開始界面可以選擇遊戲模式，單人遊戲分成 A、B 2種模式。A 模式相當於無盡模式，目標是要獲得高分。從最初級開始，難度等級逐漸提高，下落的速度加快，直到無法堅持，遊戲結束。B 模式是要消除在場地內預設好的藍色線條的圓球，相當於關卡解謎。藍色的指針全部消除過關，總共有50關，這些關卡的難度都不低。到後面隨着下落速度的變快，很難反應過來。還有一個雙人對戰的模式，屏幕分左右兩邊，任意一次消除都可以讓對手當前正在下落的球體破裂。通過連擊或者消除大量的方塊，可以升高對手的地板高度，或者在不利的情況下用同樣的方式降低自己地板的高度。這款益智消除遊戲受限於磁碟機平台，非常冷門，但它的玩法和機制相當有趣。
催生出後來眾多類似的熱門遊戲。比較可惜的是，游戏創意在本作当中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畫面有些單調，時鐘和齒輪的組合有種冰冷的機械感。要是多些色彩和圖形，再加入吉祥物或者類似馬里奧醫生這種人氣角色，應該會更好。另外，手動快速下落、壓碎球体的設定很容易導致誤操作，不敢隨便加速。個人評價3星半。麻將俱樂部永田町總裁戰 Hector 開發了一款4人麻將遊戲。這款麻将遊戏當年的售價高達9700日元。一款麻将遊戏敢賣這麼貴，是因為它面對的對象是成年群體。聽到成人，大家第一反應是 H game， 但本作實際上是戲仿當時的日本政壇。玩家選擇的角色要用麻将对局競選自民黨的總裁。遊戲裡的角色頭像都是根據當時的人物繪制的漫畫形象。做紅白机系列這麼久，我現在也漸漸習慣了當年這些卡帶的定價邏輯，並不一定是成本高的大作就賣得貴，有時候僅僅是因為遊戲的題材。有2種模式，第一個競選模式，從7個候選人裡選擇一個角色，獲勝積累分數，通過積分可以竊取票數，超過270票和長老對局，然後一步步成為總裁。第2種淘汰赛模式，可選角色更多，還包括了反对派的角色，進行多輪對局，然後根據排名晉級。除了角色形象，遊戲的另一個特色是加入了不少合成語音。除了出牌時的語音，每局勝負之後還有簡短的對話，也有完整的語音。作為麻將遊戏，拋開題材來看，並沒有多少特色。不過紅白機上4人麻將本身也比較少，個人評價2顆星。飛越地平線，一款結合了宇宙巡航機和異形戰機特點的橫版飛行射擊遊戲，由 Pixel 工作室和 Hotbit 聯合開發。先發行了日版，後來還有特加利發行了一個德國的版本。故事設定是宇宙裡的1970年，名為阿爾法羅斯的星系由聯邦政府控制，反聯邦的組織伽馬企圖利用可繁殖的危險外星生物卡珊德拉奪取阿爾法羅斯的控制權，於是聯邦派出了太空戰鬥機 Michael 和伽馬作戰。基本的操作是按 A 鍵向前方射擊， B 鍵向後方射擊，按選擇键切換移动的速度，有4個速度檔位。擊破小型運輸船，獲得強化道具，有類似異形戰機的衛星艙，最多攜帶2個艙體。衛星艙除了自己可以發射子彈，還能阻擋敵人的攻擊。同時按 A、B 鍵能改變衛星艙的位置。武器強化道具以字母的形式呈現，有3種類型。字母 L 是激光，向前方直線射擊；字母 H 是跟蹤彈，不過追蹤的效果有時會受到地形的影響；字母 B 是炸彈，命中敵人後有爆炸效果的多段傷害。連續收集相同字母能提升武器的威力，不過只有3個等级，總共有6個關卡，很多時候都要利用好武器的特點，配合射擊的方向，並調整衛星艙的位置。關卡末尾的 BOSS 通常體型都很大，而且會有些獨特的攻擊方式。以上的這些都是當時橫版射擊遊戲裡常見的。本作還有一個獨特的編輯模式，可以自定義武器和衛星艙。武器的話，对應不同的字母，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通過分配點數改变武器的性能，像是可以讓激光也能跟蹤。衛星艙有2種默認的位置，移動到不同的格子，重新配置它們的位置。自定義完成後進入測試模式，能看到調整後在戰鬥中的效果。另外游戲還有一個隱藏模式，遊玩的內容不變，但主角的飛機變成了一名武士，衛星艙變成一匹馬，子彈和强化道具等很多的貼圖也都不一樣。這部模仿了2部名作的遊戲，素質並不低。關卡裡有很多巧妙的設計，像是第2關通過射擊信號器控制障礙的開關，把它變成對付敵人的一種方式。第3關射擊推動冰塊也有幾種作用。自定義模式也為當時的飛行射擊類型開拓出了新的思路。相較於其他同類的硬核佳作，遊戏的難度偏低，6個關卡也不算長。如果通關一遍，可能會缺少重複遊玩的動力。個人評價3星半。
拉格朗日典。科乐美推出了一款太空科幻题材的 RPG。在这个时期 FC 游戏搭载特殊芯片已经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但本作使用了 VRC7 芯片，能在紅白機上播放 FM 音源， BGM 的效果相當驚豔。同時遊戲在開發時曾經在 Famimega 雜誌的第100期徵集讀者的創意，貢獻了角色設計、故事、音樂等幾個方面的內容。22世紀地球軌道開發計劃啟動，在拉格朗日點建造了被稱為衛星基地陸地1號和陸地2號的大型殖民地，人類開始了移民。在繁榮發展數十年後，陸地2號簡稱 L2 星系突然爆發生化危機，陷入混亂，負責生物研究的斯圖爾特博士失蹤。同時周邊的伊西斯星系發生政變，組建的生化軍隊企圖奪得控制權，僥倖逃脫的幸存者也組成了抵抗軍，形成對抗。地球數次派遣調查隊都失敗了，主角吉恩就是第3支調查隊的成員，在場景裡控制主角移動，按 A 鍵和人物對話或者調查，暫停鍵打開菜單界面，查看人物的屬性、使用技能、裝備和物品。預定後的戰鬥界面是類似勇者鬥惡龍的第一人稱視角，指令欄裡有自動戰鬥的選項。除了 HP 生命值，比較特別的是 BP 點數，一方面類似於 MP 使用輔助技能時消耗，另一方面使用武器的普通攻擊也會消耗 BP 點數。BP 不足時只能徒手攻擊，攻擊威力大大降低。BP 點數能夠用道具回復，也可以用物品提升上限。根據遊戲世界觀的設定，有人類、半機械的賽博人和機器人3個種族。人類的屬性平均，特性是可以消耗 HP 使用絕招技能。賽博人的整體屬性較高，但沒有絕招。機器人對異常的狀態免疫，有專用的道具和裝備。有一個情緒系統，人類和半機械人受到情緒的影響，幾種不同的情緒狀態會影響角色的屬性和戰鬥，有顯著的正向加成或者是負面影響。機器人沒有感情。武器系統也有些特色，除了消耗 BP， 角色能裝備近戰和遠程2種武器，有單一攻擊或者全體攻擊。每種武器都有一個屬性，包括了電擊、熱能、波動、冰凍、腐蝕或者特殊。不同角色有自己擅長的屬性。武器還有等級，從 R1 到 R6， 前3個等級可以購買，超過3個等級的武器都需要合成。其他的特色像是戰鬥勝利後不會立刻獲得報酬，得到城鎮的終端領取。在大地圖上移動時可以隨意租用交通工具，汽車、船、飛機等等。隨着流程的推進，逐漸有同伴加入，有10名各具特點的角色，但戰鬥的隊伍最多還是4個人。聽完以上這些，會發現和世嘉的夢幻之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這款遊戲除了使用 VRC7 芯片，在畫面的製作上也下足了功夫，角色形象、動作細節和未來科幻氛圍的整體營造都非常出色，中間還穿插了不少過場動畫，音畫水準堪稱紅白機上的頂級體驗。儘管科樂美在當時擁有出眾的技術水準，但此前他們只開發了少數的幾款 RPG， 依然沒有積累足夠的經驗，平衡性方面還有不少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體驗，加上高預敵率，一些戰鬥特效時間偏長，合成武器作為遊戲的特色卻消耗資源，導致遊戲流程推進緩慢，距離最高水準的 RPG 還是差了一些，個人評價4顆星。火炮由 Icom 開發 ，Sammy 發行了一部動作作品，先後發行了日版和美版。日版的原名是 Gundeck， 美版叫 Wise Project Doom。遊戲以美式的硬派風格呈現，類似《忍者龍劍傳》，在關卡之間穿插大量的過場演出，並用電影化的敘事方式，講述了一個帶有生化朋克元素的科幻故事。公元2139年，地球上的國界都已廢除。犯罪活動愈演愈烈，名為 Vice 的組織和這些邪惡勢力對抗。一家簡稱 BEDA 貝達的企業，表面上是全球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實際是由秘密生活在地球上數個世紀的外星種族控制。他們販賣一種特殊的毒品，
主角哈特是 Vice 組織的探員，遊戲開始於他追蹤罪犯，並在同事的協助下行動。總共11個關卡，包含了3種類型的玩法。開始的第1關和第10關是車輛追逐，俯視角的場景裡，主角駕駛一輛紅色的法拉利 F40， 在道路上高速行駛，橫衝直撞，有3個可以切換的檔位，還配備了機槍，能射擊敵方的車輛。收集掉落的金幣，滿100個得到獎命，還有少量彈藥補給的道具，能在橫版的關卡裡使用。BOSS 戰也是駕駛車輛射擊，難度不高。第4和11關的部分內容是第一人稱的射擊形式，攻擊方式有開槍射擊和扔手榴彈2種，可以收集金幣，消滅敵人有彈藥補給，也有恢復生命值的道具。其他的關卡都是主線的橫版動作形式，場景裡控制主角左右移動，可以蹲伏和爬行。A 鍵跳躍， B 鍵攻擊。默認的武器是激光劍，美版裡通常認為是激光鞭，用於近戰攻擊。另外的2種武器是遠程攻擊的手槍和手雷，按選擇鍵切換。彈藥有數量的限制，不過敵人掉落的彈藥補給非常充分，而且很多的场景裡不同的武器配合戰鬥也是相当必要的。掉落的肉串都是恢復生命的道具，也能收集金幣。11個關卡從開始的公路追逐到建築工地、唐人街、港口、發電廠和實驗室等等，最後到達 BEDA 公司的總部。故事是层层推進的，幾經曲折，逐漸揭開幕後的黑手。面對最終的 BOSS 時，竟然和主角的長相一樣，但卻是更加年邁的哈特。原來主角是反派的克隆體。大 BOSS 提出，公司應該由這樣的克隆體組成的王朝來統治，彼此輪換，但最終哈特拒絕了提議。這款遊戲並沒有什麼特別創新的地方，都是之前同類遊戲裡常用的元素，但內容豐富，制作精良。對一款當時的動作作品來說，有完整而且豐富的故事內容，劇情方面算是該類型裡相當出色的了。畫面、音樂、操控和關卡的設計也都很優秀，幾乎沒有短板。難度適中，有挑戰性，但並不為難玩家。如果非要挑一些毛病，有一部分敵人角色的形象和整體的設定不搭，有些違和感。個人評價4星半。飛鏢大賽 ，Zeta 開發的一款飛鏢遊戲，有日版和美版。NES 美版由 Romstar 發行。關於飛鏢比賽的基本規則，簡單的解釋一下：2名選手對決，每人投3支飛鏢，輪流進行。命中標靶上不同的位置，分數不同。中間的紅圈得25分，最中間黑色靶心50分。其他的普通命中的得分和靶子上對應的數字一致，但每個數字都還對應2個中間很窄的區域，是雙倍區和3倍區。所以單個飛鏢命中的最高得分是數字20下面的3倍區。比賽的規則一般是設定目標分數，先完成的選手贏得一局。遊戲有6種模式，最多4名玩家對戰，可選擇的角色有10幾個，還有大猩猩、機器人、外星人這些奇怪的角色。每個角色有自己的特性，像是力量、精準度之類的。選定角色後，再確定哪一種重量的飛鏢。投掷的方法很容易看懂，先左右移動飛鏢進行瞄準，感覺位置合適就停下來。飛鏢的下方左右滾動的方塊表示在左右方向上的精準度，合適的時機按鍵。第2步上下瞄準，紅色扇形的區域指針上下滾動，合適的時機再次按鍵確認。第3步力量條滾動，決定投掷的力度，需要多練習幾次才能逐漸的掌握。6種模式相當於不同的規則，301、501和701都對應了每局的目標分數，先達到目標分数的選手獲勝。得分需要和目標分數完全一致，不能多也不能少。Count up 是分數累加，一定輪次後看誰的总分高。Round the clock 是按順序命中目標數字对应的區域，先到10的獲勝。Half it 是按照要求的目標投擲，3支飛鏢都沒有命中目標，得分減半。作為飛鏢的模擬來說，這款遊戲做得不錯，多人聚會時可以作為休閒的小遊戲，但也僅此而已。個人評價2星半。紫禁城
東映動畫發布的一款益智解謎類型的作品。這是東映動畫在紅白機上的最後一款游戏。他們在紅白机上一共发布了14款游戏，大部分都是低质作品。默認的情況下，玩家控制一個僵屍，推動畫面裡的麻將，只能推不能拉。其中有些圖案的牌是推不動的，會一直固定在那裡。推动麻将後和其他的牌相邻，如果相邻的牌圖案相同，就能将它們清除。如果将可以推动的牌移动到和不能推动的牌相邻，那麼這張被推動的牌的圖案就會變成相邻這張牌的圖案，並且無法再推動。關卡裡的目標是要通過推動消除，打開道路，到達出口過關，需要仔細的思考步驟再行動，很容易被擋住，也很容易將牌推動之後變成無法推动的圖案。按 A 鍵可以回到上一步，最多倒退5步。B 鍵開啟一個菜單，可以重開一局，重玩之前通過的關卡，還可以更換圖形和磚塊的風格，有騎士風格和忍者風格，總共有150個關卡。後面有些關卡不能直接看到門的位置，它隱藏在某個磚塊的後面，還有些關卡有隱藏的機關和陷阱，少數的時候能找到一把镐，可以敲碎一個可移動的磚塊。這款遊戲150個關卡看着很多，不過謎題的設計並不算太好。本來這也就是一款素質不高的解謎遊戲，但因為第146關的設計錯誤，沒有正確的解決方案，所以遊戲無法正常通關。想玩後面幾關的話，得用密碼。個人評價1顆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如果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